家好，我是伊萨。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在纽约霸考试当天有什么需要我们特别提前注意的地方呢？我们已经辛苦了2个月了，临门一脚千万不能阴沟里翻船呐！纽约霸一共提供4个考场，以供选择，分别是 Albany、Buffalo、White Plains 和位于曼哈顿岛上的 New York City 考场。但是由于是先开放 JD 学生选择考场，而且纽约市已经有太多的法学院了，所以他们都想在曼哈顿岛上或者是较近的 White Plains 考试。那么轮到我们 LM 学生选择的时候，基本上就只有 Albany 和 Buffalo 2个选择了。我当时是选择在 Buffalo 考试的，因为听说 Buffalo 的考场设施和环境，据说要比 Albany 的稍微新一点。然后呢，而且 Buffalo 附近1个小时车程左右的地方就是尼亚加拉大瀑布，所以说考完试之后还可以去那里放松一下心情。所以水牛城的考场呢，我贴了一个谷歌地图在下面，它的考场名字叫做 Buffalo Niagara Convention Center， 是一个2层楼的会议中心嘛，然后它的第1层楼是 lobby， 然后第2层楼就是你们考试的地方。那么 Buffalo 考场附近的酒店还是挺多的，订一个离考场步行距离5分钟、10分钟左右的酒店还是不难的。然后那边附近的吃的地方也很多，比如说 Subway 啊，然后 Pizza 啊这些东西，就是填饱肚子都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想吃好一点的 restaurant 的话，可能就比较难，而且到时会有很多考生，所以会等待较长的时间。第一个建议就是注意天气预报。建议提前1天到2天抵达你考试的城市，因为之前有发生过有同学因为天气的原因延迟或者取消航班，导致他虽然没有错过考试了，但是就是心情会产生不必要的负担。另外考场是一个特别大的礼堂，类似于一个室内的体育场馆，所以说它是非常的空旷，没有任何遮挡物，然后空调风力非常的强劲，建议怕冷的同学一定要穿长袖应考。第2，进入考场前先提前准备好自己的准考证和 ID 以备检查。工作人员会在你的手腕上套一个绿色的指环，那个指环在这2天考试当中都不能脱下来。如果你第2天没有带这个手环进入考场的话，你在安检处就会被拦下来，然后又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时间浪费。那么这个手环据说非常的牢靠，就是有人带着洗澡它也不会坏掉，因为它好像里面有胶水之类的东西。Anyway， 反正这个是一定要带着的。第3，纽约霸上下午的考试间隔时间只有1个小时。那么这1个小时是满打满算的，如果说你下楼慢了一点，然后你考完之后去了个厕所，那么你的休息时间就要短于1个小时了。所以说你要再出去寻找餐厅然后吃饭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所以我建议还是自备午餐。那么有2种选择，第1种选择是你提前预定考场提供的 lunch box， 那么就是标准的色拉，非常的难吃，但是也比较方便。是从2楼考场下来之后，1楼的转角处这边就你能看到排队的人，就是他们在领 lunch box。订餐链接是在你选择考场的时候，他会给你发一个 link， 就是问需不需要预定这个服务。那么第2个方法就是像我一样，比如说提前在披萨店或者说 Subway 买一个3明治，然后放在包里，放在存包的房间，到时候中午午休的时候到存包的房间去直接吃就可以了。然后存包的房间是位于1楼 lobby 的旁边，有很多小房间是用来给你存放包、行李以及一些不能带入考场的物品的。那么第4个 tip 就是临考前的晚上，强烈建议不要再做任何新题了。第1天考试前的晚上，你可以看一下 MPT 的格式规范。MEE 的话，你可以 review 一下各个科目的重要且基本的规则。那么在第2天考试之前呢，你可以再看一下你的 MBE 各科的 outline， 特别是你觉得比较薄弱的科目，然后一些平时经常会犯错的错题，但是就不要再做新的题目，不要在这个时候再去给自己增加任何不安定的因素，然后影响自己的心态。考前最关键的是休息好，以保证第2天有一个非常清醒的大脑。
这样才可以让你在这2个月里面所学所积累的东西充分完全的展现在考场上，只有在考场上展现出来的才是和结果相关的，其他的都没有关系。第5个建议，进入考场之前，请务必再次检查一下是否携带有严禁带入考场的物品，特别是在下午考试进场之前，因为很容易将午休时候用的手机随手揣进口袋，然后就带进去了。如果被发现，严重的情况下会取消当次的考试资格，甚至是后面几年的考试资格，这就特别的冤枉了。刚刚还漏说了一个建议，就是关于室友选择的。为了保证你的睡眠质量和考前的心态稳定，请谨慎选择你的室友，或者说就直接自己订一个房间，其实也不会太贵。因为如果有一个吵闹的室友，一个聒噪的室友，一个你不想对答案但是他想对答案，或者说是生活习惯上和你迥然不同的室友的话，那么就会成为一个你考前心态不稳定的风险因素。而这个风险因素是完全可以用金钱来避免掉的。考前的话，所有不必要的风险能免则免。第7个建议，考试当天的时间分配非常重要。第1天的考试，请严格按照 MPT 1道题1个半小时 ，MEE 半个小时1道题的节奏来进行答题。如果当时在规定的时间内你很难去完整的叙述1道题的话，那么就直接进入下一道题。尤其是 MEE 要舍得放弃，因为 MEE 是按照踩点的，所以说你如果踩到点了的话，你的分数就有了。所以你不要去管你这篇文章是不是我有头有尾，如果你来不及写结尾，但是你的时间已经卡到了第2道题的部分，那么就直接进入第2道题。如果有时间再回来补，没有时间，没有人去 care 这个结尾有没有完不完整，这是不是一篇完整的文章，那么选择题的时间把握也是相当重要的。千万不要浪费时间在同一道题上纠结，是 A 是 B 是 C 是 D， 在2个当中50%的正确率在那边瞎纠结。按照平稳的节奏顺利完成所有的题，远比你在1道题上浪费时间去纠结要重要的多。而且关于选择题的难度，它是会有变化的。当时我那天的考场，大家的观感都是上午的题目明显比下午的要简单。那么你要相信你自己，如果你感觉到了题目的难度呈现明显的上升的话，一定要保持冷静，保持心态稳定，因为如果对你是难的，对所有人都是难的，你不好受，别人也一样。第8个建议是关于 MPT 的。MPT 的考试当中可以采取边读边标注、简要做笔记的方式，快速的拟定你的答题大纲，然后在考试界面上先把你的答题框架给写好，比如说每段的第1句或者说主旨要写什么，然后在剩下的时间内尽可能多的去填写内容，补充血肉进去，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你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够尽量写出一篇完整的答案。第9个建议，由于考试当场是切断网络信号的，所以在考场当时是没有办法上传答案的，所以回到酒店后或者任何一个有稳定网络的地方，请立刻马上把你的答案上传上去，不要因为考试结束太兴奋了，然后就忘记这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就是上传你的考试答案，千万不要忘记。OK， 那么现在我接下来说一下水牛城考场的设施情况。水牛城考场是2层楼的一个建筑物，它的第1层首先进门是一个 lobby， 是一个大厅，那么那边是你排队和等待安检的地方，然后在1楼的2侧都会有一些小房间，这些房间就是给你存放书包、行李以及不能带入考场的一些物品的地方，当然也是你中午进行午休和用餐的地方。那么在那些房间里面是没有椅子的，然后也没有储物柜，所以说你的书包、行李和你所有的物品在考试的时候是处于没有人看管的状态。所以说关于一些贵重物品，请慎重选择是否是放在存包的房间，还是放在你酒店的房间比较安全。之后大家就在这个 lobby 排队，然后过了安检之后，上了2楼就是考场。那么考场就像我之前所说的，是一个非常空旷的大礼堂。我当时考试的桌子是长条形的白色的塑料桌，每一个长条桌的下面都会有一个共用的插头。
所以说，如果是用电脑考试的话，请一定要带好你的充电器。当然了，也先要保证你自己的电脑是满电的，因为万一到时候充电器或者说充电的插座出了什么状况，你电脑没电了，这个很坑爹，是吧？考试当场呢是会提供铅笔和削铅笔的和削笔刀，对，所以考试当场呢是会提供铅笔和削笔刀的。关于时间的话，是不能带手表进入考场。那么你要看时间的话，在你目光的前方或者后方应该是会有一个时钟。那么考场的时间就是按照考场的时钟的时间来进行计算的。我当时考试的时候，那个时钟是在我的后方，但是就是我近视眼嘛，然后就算戴了眼镜，我觉得还是要很努力的去看。所以说整个考试的节奏还是要靠你自己平时多练习来掌握自己的这个考试的节奏，而不是要一味的去依赖于外在的这个时钟来提醒你这个时间的控制。OK，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那么最后还是祝愿大家考试顺利，欧皇加身，一次通过。然后如果你是在 Buffalo 考试的话，就去 check 一下尼亚加拉大瀑布，真的还是特别壮观的。虽然是听说是在加拿大那边看更加好看，但是美国这边看也不错啦，特别是如果你能坐那个游船，新娘面纱，还有一个什么，而且你还可以对着尼亚加拉大瀑布吟一首诗：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耶！